这个冬天冷不冷？你以为就这样了吗？错，最快星期三，冷空气等在门口排队等叫号了，最低温可能下探12、13度。我们在这里讨论冷气团会有很冷的时候，你现在看到这什么画面？东南亚已经跟末日洪水在搏命，在越南、在泰国之后，现在换成了印尼。你看他们的桥梁、他们的房子被洪水整个拱起来、抬起来，跟纸糊的一样。大象甚至眼睁睁被冲走。尸体多到放不下。钟伯来告诉我们，这让我们害怕的是，当赤道马六甲海峡出现了史上第一个热带风暴，预告了怎么样的末日危机？如果你今天看到了东南亚、泰国、印尼、斯里兰卡等等，如果出现了像刚刚画面当中的这样的水乡泽国的情形，我们可能一般认为那只是暴雨，错了。极端气候今年再度发威，因为它这不是暴雨。它是热带风暴，我告诉你，你对当地的人来讲，台风他会说那5扣0台风，菲律宾人可能觉得台风常见，不在马六甲海峡，它这次所形成的热带风暴叫做森雅尔，是首次，这个首次叫做历史首次，就是这辈子得盖有台风在这形成，为什么？因为那里很难，那里靠近赤道，那通常靠近地球自转偏向力过低，几乎。你要形成热带风暴就是0，好，不管它就形成了嘛。极端气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威了。你现在在11月29、30，就是周六周日，你知道它如何重创你的苏门答腊吗？来，现在画面当中你所看到的，你有没有看到山崩的那一瞬间，民众尖叫？哇，眼睁睁看着山洪。你有看到有人被冲走吗？人生跑马灯了吧？我们再看一次这个画面，很惊悚哦！那一瞬间，山崩的瞬间，这个尖叫的女子跟拍摄者还好，距离她那边大概还有100多公尺。可是你看到中间那个人，真的希望他不会被冲走。怎么会这么迫近？就在这个人生最后的5秒钟，人生倒带耶！我告诉你，他的倒带当中一定心里想：马六甲怎么会跑出来这个什么叫什么森雅尔的热带风暴？好，再来看下一个。洪峰冲下来的瞬间，山崩桥断，来看一下，这个是两地的一个便桥。你看那个戴安全帽的民众就眼睁睁看那个便桥被冲走哦。为什么？因为那个便桥一旦冲走，两边的交通它就断了哦。所以这森雅尔所来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让大的苏门答腊的民众遇见了很多这辈子都没有看过的山崩地裂。中国当我们看到了这座桥，上一秒才在说这个如同坚固般的钢骨结构，居然眼睁睁在我们面前，支离破碎给你看呢。是啊，所以两地的这个交通呢，就因此而被冲断了。再来，我们来看那个，我们说热带风暴引发暴雨，而暴雨有可能会怎么样？掏空地基。来，这一栋盖在岸边的房子。你有听到民众在哭嚎了？我听到他们在哭嚎，我都觉得一样跟香港一样，我们都觉得心有不忍呐。结果呢，才讲着，那房子就倒了，所以他哭是有道理的，因为整个大水掏空地基，直接整栋坍塌。大象好几吨重吧，水来有时候可能应该是面不改色，不，大象也被冲走啊！这个画面太惊险了，他要下来，他不敢下来。有开右边那头，小只的下来了，还有一头。那后面要去救，你有没有看到？他飞奔过来是他妈妈吗？哎呦，掉下去了！我看大概只有最左边第一只比较吨位稍微重，卡在那，真的是。另外一头有没有？也是岌岌可危。后面飞奔要去抢救前面捞他下去的宝宝。就像我这样看，我大概就看到3、4头都被冲下去，那也不知道是被湍急的泥流冲到哪里去，但因为站不起来又被冲走哦，这小象真的是很可怜哦。好，搜救队救谁？救大象吗？当然。要先救人啊，人都来不及了，不干这个。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他不就是在水中吗？那就救他。你有看到他泡在一棵树上吗？你能想象如果水退去，这棵树有多高吗？这个树至少大概也有2、3公尺高，也就是说，这个受困的民众是已经攀爬到椰子树的顶端，才因此保住自己一条小命，等待救难人的营救。哇，这一段画面继续播，你可以看到哦，他爬到相对高点，
这个时候水再淹上来，它也可能要没命，怎么办？你只能再往上爬，踩上了椰子树的树冠，那个是最高所有能站人的地方。没想到还真的有人就这样一路的往上爬，爬到上面去。来，中博来告诉我们，今天另外一个国家斯里兰卡。今天我们讨论斯里兰卡，我们亚裔于东南亚。上个星期是泰国，在更早是越南、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这个星期怎么了？刚刚有人受困椰子树，斯里兰卡也有人受困椰子树。看到这个椰子树跟刚刚那个救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刚刚那个是乘坐了救生艇去救，这个因为可能树比较高吧，所以只好出动了空军啊！哇，从空中吊挂的方式垂降再吊挂，好，成功救出了一名被困在椰子树上的居民。当时洪水汹涌，男子无处可逃，你能怎么样？人往高处爬，自然只能爬树。而在这个地方，它基础建设本来就相对受限，最高的地方就是椰子树。你想活命，你只能沿着椰子树不断的往上，你看到没有？上面那个不是椰子，是一个人站在树冠呢，不是猴子。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那如果是其他的民宅呢？你要往哪爬？屋顶啊！所以你看啊，现在有人在丢东西，在丢什么？主持人，你刚才看到吗？丢食物。为什么丢食物？因为我刚才讲了。整个全部水淹街道，你出不去，进不来，救援如果又还没到，那你就是断粮。所以民众被困在屋顶，靠对面这位黑胡子大哥哦，这个胡子正义哥呢，就来你再看一次，他绑那个细绳，然后食物就这样咻一下丢过去，然后抛掷食物来救援他的 neighborhood。山崩洪水同样席卷了斯里兰卡，你看那个瞬间一样嘛，山坡的坡底受到了大量水分的侵蚀，所以呢土石松软，这时候整个山体就会产生位移。你看那整面山的半壁江山全部通通因此倾泻而下，为何？因为斯里兰卡这次受到了迪特雅的热带风暴影响，造成目前可伦坡城市首都都已经是水乡泽国一片，整个罹难人数已上升至334人，是继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以来20年最严重的天灾啊！130万人流离失所，水库、河流都因为溢洪、溢流造成道路被阻断，所以你去从连马六甲海峡都可以创造出历史上首个热带风暴，不难看出极端气候今年绝对不可不防。好，我们听中博讲到这个地方，这个冬天您看出来吗？同一个地球3种末日版本。我们刚刚看到了是末日洪水，现在看到是绝命低温。你现在看到，居然在内蒙下大雪，一天温度骤降20度，有这种降法的啊！更往北，在极北的漠河更出现了零下33度，冷到冒烟，那是什么情况啊？好，现在呢，中国的气候整个都是急速冷冻啊，所以赶紧缩起来啊！好，现在看到他们的强冷气团现在来袭了。中国气温低到什么程度呢？来看到这个红一块、紫一块的这个地方哈，越东北的地方，这个是将近零下20度左右哦，甚至还要再更低呀。在内蒙古这个地方有一个地区叫做呼伦贝尔，白天哦有太阳晒的机会，包括竟然跌破的是-20度这个是-20度，是当地的高温呐。对，来看到-20度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来，你们家冷冻库打开，手伸进去-18度。它是-20度，你知道这那个冷到是不可思议。是。那你知道数字呢，在没有画面感的情况之下，没有办法身临其境。接下来东北室外呢，就有一个女子哈，她就想要体验一下到底中国的东北有多冷，她就躺在地上，然后把头发散开来，接着呢，就有旁边的人员用热水哦，注意她用热水倒在她的头发上，不用3秒钟，铲子一铲。然后她站立起来，怒发冲冠，变成铁扇公主了。是，你知道吗？还有人说呢，这个美的程度就像什么？就像冰扇美人一样。另外呢，还有学生，东北的学生啊，因为天气太冷了，想说呢泡一碗泡面来吃，热乎乎的。结果你知道，他的叉子跟他的面，还有他的汤一体成型啊！这个不是模型哎。等一下。你泡一碗面，它是会冒烟的、热滚的，至少是90度、100度的汤。对，它摆在室温多久？
硬成这个样子啊！而且你知道，很多人就看到这个画面很讽刺啊，因为中国的泡面叫做方便面哦，真的有够方便呐，一次就可以吃到汤跟面的合体，根本吃不下去。好了。这个是东北，你现在看到的冷到这个程度。那在更往北，我们讲有一个地方叫漠河，极北之国境之北端呐、那个地方到底可以冷到什么程度？这个地方呢，今天最低温是-33度，就是冷冻库的2倍更冷的程度。你看他在外面跑步哈，然后你看好一片的这个河水，然后呢冒出了白烟，它包括你看到这个很像是冒烟的这个感觉，其实是所谓的蒸汽呀。哈，因为呢空气只有-33度，但是河面比较高温，所以河面的高温碰到直接蒸发成水汽了，没错，就冷到很夸张。还有你看到它的眼睫毛。鼻梁只要是突出的地方，全部都结成了这种很像是冰霜的感觉，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你不会看到有人戴金属边的眼镜，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外面嘛，你戴金属眼镜、戴金属耳环、戴金属项链，对，拍谁哦哈，过3秒钟，这些东西粘在你的皮肤上，赶紧掉，这有可能扯破你的皮肤，没错，是会皮开肉绽的。所以你看他们哦，都不会戴这种金属类的饰品。但是很奇怪的是呢，反而越靠近北极的地方，这个海冰竟然开始融化了。北极熊哦，本来它是独居的动物，它是一只熊的，而且要站在海冰上面，然后去猎食它的这个食物。但现在海冰融化了，它没有居住地了，怎么办？跑到陆地上去，所以就跟民众、跟人类来争。好，你看。它怎么会在房子里面呢？而且一坨哎，不止，哎呦！你看群居，然后他看到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俄罗斯前苏联留下来在北极的一个科研站，里面大概目前就画面上来看，至少有10几头以上，竟然变成了群居的这样的一个生物。你看，然后呢，有这个，也就是说有研究学者呢，就用空拍机去看这些北极熊到底在里面干什么。他们看到空拍机，还会跟你啄镜头，还会用手去拍打你的镜头，你知道吗？已经完全整个生态都变了样了。那么现在北极熊怎么办？跑到陆地上去了，所以呢，开始包括了中国的越靠近北极的地方，俄罗斯靠近北极的地方，现在很多的居民用刺栅栏防止北极熊靠近人类。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俊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